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范田先生所著的《让运气变好的口头禅》这本书。这是一本想要了解如何通过语言和思维方式提升运气的人阅读的书。据作者介绍，他在大约28年间为超过7万人进行过占卜。在这个起伏不定的时代，他见过各种各样的人，有事业大获成功的人，有正处于人气巅峰的人，也有在低谷中重新挑战人生的人。正是在与这些不同处境的人接触的过程中，他发现了一件事：那些能让好运站在自己这一边，人生进展顺利的人，与不顺利的人相比，说出口的话是完全不同的。说到这里，先送给对这支视频产生兴趣的你一句最强的口头禅：我是运气很好的人。请从现在开始，把这句话当作一生都会说的话。那些人生过得顺利的人，几乎都会把我是运气好挂在嘴边。为什么他们会不约而同地这么说呢？人生中的大多数成果，确实来自个人的实力与长期积累的努力。真正有能力的人，自然会吸引人、金钱与机会。但与此同时，人生中也确实存在无法完全靠努力掌控的运气。有时候，即使拼尽全力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。反过来，也有人并没有特别努力，却意外得到认可，或者莫名其妙地度过了一段非常顺利、愉快的时光。当然，这其中也有个人才能的差异，但有些事情确实只能用运气来解释，这也是事实。正因为如此，那些真正努力过、积累过实力的人，更清楚地知道，即便如此，人生仍然会被运气左右。他们也明白，自己现在之所以进展顺利，并不只是靠实力，而是运气站在了自己这边。当你身边有一个人总是说我真的很幸运，你是不是会下意识地觉得这个人身上好像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也许跟他待在一起，自己也能搭上好运的顺风车。这正是人性，人一旦聚集，信息就会流通，也更容易以积极的姿态开创人生。相反的，也有一些人常说我运气真的很差。当人们把事情归咎于别人时，常会说那个人不好，公司不好，国家不好。同样的，说我运气不好，其实就是把发生的坏事全部推给运气。那么，运气真的会站在总是怪运气的人那一边吗？经常说自己运气不好的人，其实是在不知不觉中把好运推得越来越远。就算遇到一点小麻烦，事情进展不顺，一味怪运气也不会带来任何改变。相反，更重要的是去思考，事情发生之前，有没有什么是自己可以做得更好的？当时是否能更谨慎一点？是否可以提前预判，采取不同的行动？当你不再把一切都归咎于运气，而是先从自己身上反省、学习并改进，那些看起来像不幸的事，自然会逐渐减少。当然，正如前面所说，世上确实存在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免的运气事件。那究竟会变成幸运还是不幸，谁也无法预知。但如果你每天都能保持我是运气好的人这样的积极心态，持续努力，不断积累，那么当真正无法避免的不幸发生时，你一定会遇到愿意帮助你的人，而你自身也已经具备了跨越困难的力量。不要误以为自己完全是凭一己之力活着，也不要在遇到不顺时只会说因为我运气不好。真正吸引好运的人，是那些能把成功归功于运气，而不是只把失败怪罪于运气的人。想要提升运气，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的语言引导，而我是运气很好的人，正是其中最关键的一句。在本期视频中，我们将从作者与7万多人接触后总结出的经验中，精选出4个真正能让运气变好的口头禅，分享给大家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当你忍不住想抱怨时，其实已经亮起了危险信号。很多幸福的人、成功的人，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点，他们几乎不抱怨。
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人生没有问题、没有压力，也不是他们在强忍情绪、假装坚强，而是他们刻意训练自己不把抱怨说出口。这是因为心理学和脑科学研究发现，当你抱怨的时候，大脑并不会分辨你是在说别人还是你在说自己，它会直接把这些负面的语言当成对自己的攻击，从而制造压力、焦虑和无力感。换句话说，你亲口说出的抱怨，正在一点点伤害你自己。既然如此，与其反复抱怨，不如换一种更有力量的说法。当你觉得不满、委屈、烦躁时，不妨在心里或嘴上加上一个词：那如果。不满意现在的状况，那如果我试着换一种做法呢？觉得事情太难，那如果从最简单的一步开始呢？觉得生活不够快乐，那如果我今天做一件让自己开心的小事呢？只要你说出了那如果，接下来就必须开始思考解决办法。语言一变，思维就会跟着改变，思维一变，情绪和行动自然也会发生变化。不仅对自己如此，对身边的人也是一样。当别人向你抱怨时，与其一起吐槽，不如温柔地引导一句：那如果这样做，会不会更好一点？当你能经常说出这样的话，你会慢慢变成一个值得依靠的人，因为你带给别人的不是情绪垃圾，而是方向、希望和可能性。人也会不知不觉地向你靠拢。记住这3句话：不抱怨，不倾听抱怨，不助长抱怨。当你做到这一点，你会发现，你更容易被认可，更容易被信任，也更容易过上轻松而顺畅的人生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与人相处的方式，决定了你能走多远。很多人在谈到人际关系时，常常会先给自己贴上标签：我比较内向，我很怕生。听起来好像很合理，但说到底，这往往只是逃避行动的借口。因为你是第一次见对方没错，但对方同样也是第一次见你，条件是完全对等的。真正重要的，并不是你是什么性格，而是既然我是这样的人，那我该怎么做，才能让事情变得更好？与其反复盯着自己的缺点和弱点，不如认真思考，怎样的方式能让这样的我被他人认可？怎样的行动能让我自己也觉得开心自在？勇敢地往前迈出一步吧。能够真正享受人生的人，并不是天生外向，而是愿意行动的人。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可以试着换一个角度问自己一个问题：如果我是对方，我希望别人怎样对我？如果你希望别人能微笑着和你说话，那就从你先露出笑容开始。如果你希望有人愿意认真听你说话，那就先成为一个好的倾听者。请记住，快乐不是别人给你的，而是你主动创造的。不要把让气氛变好、让相处变轻松的责任交给别人。与其期待别人来取悦你，不如努力成为一个能让他人感到舒服、愉快的人。当你开始这样做时，你会发现，对方自然会向你敞开心扉，而你自己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享受这段交流。而让人相处变得愉快的关键，其实只有一个：对他人产生真正的兴趣。试着去了解这个人经历过什么，他在想什么，他的人生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。当你带着尊重与好奇心去看待别人时，你会发现，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无聊的人。每个人的价值观、思考方式、人生轨迹都不相同。正因为如此，每个人身上都有值得了解、值得学习的地方。一旦你体会到与人交谈本身就是一件有趣的事，你会突然意识到，原来人生可以这么丰富、这么立体。人与人的相遇，会不断拓宽你的世界。不要因为觉得麻烦、觉得不擅长，就轻易放弃。请试着去挑战、去接触、去交流，你的人际关系会越来越广，机会也会开始一件接一件地向你靠近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面对事情的态度，决定你会不会真正前进。反正也不会成功，反正做了也是失败，反正没什么意义。这些话
是很多人在害怕失败、害怕挫折时，最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。不是因为不能做，而是先在心里否定了自己，于是干脆什么都不做。这样的人，往往是被过去的失败经验绊住了脚步，慢慢变得自卑、退缩，不敢再尝试。可问题是，上一次失败，并不等于这一次也一定失败。就算这一次不顺利，下一次、再下一次，说不定就会不一样。因为人生本来就只有一条路，不断向前。作者说得很直白，与其因为自卑而停在原地，不如带着自卑也要继续挑战。你之所以一直原地踏步，不是因为失败，而是因为在失败之后选择了停下来。既然已经跌倒了，那就干脆跨过那个跌倒的地方，继续往前走，放下自尊，放下顾虑，重新出发就好。很多人还会说，我以前失败过，所以现在没有自信了。但请你认真想一想，你一开始真的有自信吗？自信从来不是因为一直成功才产生的，真正的自信来自于失败了多少次，又跨过了多少次。挑战的越多，失败自然也会越多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会深刻体会到自己的不足，也会在心里暗暗告诉自己，同样的错误，下次一定不要再犯。哪怕很痛苦，也请你正视自己的失败。因为当你开始总结失败的模式时，你也会慢慢看见成功的规律正在浮现。所以，失败多少次都没关系，只要你愿意一直失败到它变成自信为止。而当你真的决定挑战的时候，答案只有一个：行动。没有行动，就没有失败，也没有成功。不管你多有才华，多有人品，多有运气，如果什么都不做，一切都毫无意义。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只是靠想一想就得到好结果。真正重要的是最开始的那一步。不要想太多，不要反复计算得失，先开始再说。抱着反正如此，那就试试看吧的心态，接受失败的可能性，勇敢地迈出去。当你一次又一次亲身经历，一次又一次爬起来，那些失败终将一点点累积成你的底气。能不能成功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做。如果你想抓住运气，那就从现在开始，踏出第一步。接下来是第4部分，学会与自己相处，运气会慢慢站到你这边。请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。你以为那些看起来很厉害、很成功的人，其实也远比你想象的要随意，要不完美，要有偏差。每个人都有弱点，也都有不擅长的地方。如果你总是对自己使用负面的语言，幸福和好运就会悄悄离你远去，因为你正在用自己的话，一点点削弱自己的力量。所以，作者强烈推荐一种方法，对自己进行正向的语言引导。请你试着这样做：先对自己说一句你，然后在后面接上肯定、温柔、正面的词语，比如你没问题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你是能做到的，你是愿意努力的人。哪怕一开始你并不完全相信，也没关系，只要你持续这样对自己说，运气的流向就会慢慢改变。当你完成了一件事时，无论多么微不足道，都请你一定要好好夸奖自己。我做到了，我真的挺厉害的。哪怕只是按时起床，坚持了一天，鼓起勇气说了一句话，都值得被肯定。自信并不是别人给的，而是你一次次认可自己累积出来的。当你能够自己认可自己，自信就会自然生长。接下来，你可以为自己设定目标，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，目标一定要设得低一点，不是要你不求上进，而是要让目标容易完成。目标越容易完成，你成功的次数就越多，夸奖自己的机会也就越多。当你越来越习惯肯定自己，你会发现，别人也开始更容易肯定你、认可你、赞美你。当你觉得好难好累，快撑不下去了的时候，请你轻声对自己说一句：你可以的，你没问题。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，
也能让运气的流向发生改变。语言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中强大，一句话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心态，而心态一变，人生的方向也会跟着转弯。请你有意识地选择正面的词语、温柔的语言，持续地对自己、对人生使用它们。当你的语言变了，你的人生也会慢慢开始好转。我们无法选择出生的环境，也无法控制所有事情的走向，但至少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语言对待自己的人生。人生不是一定要完美，也不需要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。只要你愿意向前一步，愿意温柔地接住那个不完美的自己，那条路就是属于你的正解。从今天开始，请把这句话送给自己：我运气很好，而且会越来越好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